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栋房子了。那这栋房子呢，是新疆的一个大哥所买下来的。这栋房子啊，前后，他应该是花了40多万，接近50万左右。实际上，房子呢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改造。之前我是在这边拍过视频的，中间是一栋木房子，这边呢还有一处偏房是砖结构的，但是呢，新疆的大哥把这边的偏房全部拆了。后面呢还有一栋木房子，也是他买下的，把那栋木房子也拆了。现在整个院子打上了围墙，将近有2亩地左右吧。一栋房子加上旁边的土地，很宽的。这栋房子呢，它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新疆大哥因为还没有到时间退休，他可能还要回去再上10年班左右，所以房子现在是没有人住啊，处在一个闲置的状态。他找到我就说，这栋房子看有没有人帮他打理一下，或者呢，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转手过去，让别人来管理这个院子，要不然他觉得荒废在这边太可惜了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栋木房子啊，以前也是装修挺好的。大哥呢，把这些墙面重新打磨了一遍，然后呢，上面都重新喷上了油漆，很光滑的。整个木房子呢，住起来是冬暖夏凉。那现在我们就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以前这里面都是有隔断墙的，但是这个大哥改造了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些隔断墙全部给拆了，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。这边是放了床，这里是一个沙发座椅，那边呢也是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，看看书啊。那边还有一个凉席，平时呢热的话就躺在这边看，放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小摆件，还挺好看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这些挺有特点的，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带过来的，还挺有特色的。整个这个墙板呢，全部都是重新装修的，实木的墙板，而且都是打磨过，非常的摸上来非常的光滑。这栋房子它的进深是比较浅的，将近也就5米多6米左右吧，所以房内的结构呢，显得就是有点小，但是这样子3间打通了之后就很宽了。整个地板呢都是全部做新的，全实木的地板。这边呢是这个窗方是有点矮，我的身高你看到上面还有个2拳左右的一个距离，所以说这栋房子大概的情况呢是这个样子。你看我感觉反正还不错吧，整个房间里面挺宽的，对不对？包括它的顶上呢全部都是做了一个吊顶，这边有家具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基本上没有过多的一些摆设吧。床头呢都是装了一些灯线开关，有插板。当然现在大哥不在这边住呢，所以现在的电源是关闭的状态。其实我要想带给大家看的还是这栋房子的院子，因为整个院子呢是非常宽的。房子是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呢也是大山。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这栋房子的围墙是很矮的，将近1米左右。大哥呢把它砌高了，现在整个围墙呢差不多是达到了一个2米到2.2米左右的高度，就挡住了一定的视线。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长时间在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围墙还是不要那么高。旁边呢是一个砖结构的2层厢房，底下呢有一个房间，那边呢是一个厨房，上面呢还有一个房间，还有个阳台晾晒衣服的。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这个位置呢是准备做一些发池的，但是呢大哥出去几个月了，一直没有回来，现在是长满了杂草看这杂草长得很高了，这差不多有1人高了。这一大片他之前规划的是打造一个花园，很美好的那种，但是后面呢因为要回去上班，所以说一直都是空着下来了。
这背后呢也是很宽，看到吧？这栋房子呢喝的是山泉水呀，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。实际上，在这栋房子的背后啊，再建一座房子出来都是可以的。以前那个角落啊，就是有一栋木房子的，后面大哥把它买下来之后呢，就直接把房子给拆了，所以现在也是变成了一大块的空地啊。这个位置好像它是做了一个硬化，做了一个健身的地方吧。现在长了好多草，我们就不过去了。这个是打了一个水泥屏，做了一个硬化的，大家可以透过来看一下。整个院子呢是它的地方啊，全部都是打上了围墙，很宽的。现在这栋房子的瓦片呢，大哥也是换过了，换的是一种类似于琉璃瓦的，也是叫做树脂瓦吧，反正那种瓦呢是青色的。哦，刚才给大家忘记说了，这栋房子里面呢，大哥是装了一个壁炉，到冬天的时候直接烧柴火，整个房间里面呢都是那种很暖和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这栋房子它的改造呢，厨房没有做出来，有点可惜了，而且房间里面呢没有做一个卫生间，倒是挺可惜的。像我们现在改造江边的房子啊，我们都是从后面扩建了之后，在这个位置呢做一个单独的卫生间。它这栋房子呢没有卫生间，就比较遗憾了。以前大哥在这边住的时候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灶台炒点菜。这里有个碗柜，看，通水通电都通到这边来了。从这里呢也可以走得上去。他买过来的很多木料，应该房子还没有完全装修完，所以暂时堆放在这边。从这个位置呢是可以走到2楼的，我们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房子还是要有人住啊，要不然你看好脏啊。去年冬天，大哥和他儿子是在这边过年的。这个房门现在是可以打开，整个，哎呀，这个房间好热。这个房间呢，差不多有16、7个平方左右，放一个床，再放一些简单的家具还是可以的。这边以前是有一道门的，大哥呢是直接给它封住了。从这边应该是可以进来，重新在这边开了一道门。这边啊也有一个床，有衣柜，装的有空调。这个房间呢住的也比较多，因为这个房间呢有个很大的一个阳台，平时呢睡觉的时候8、9点钟坐在这个阳台之上，看看远处的一些风景。看这个大山里面的空气啊就是非常好，鸟语发香啊，空气清新。底下是有一块稻田的，我记得之前我还给大哥给建议，我说把这块稻田给租下来，养点鱼，里面种点稻谷，自己吃点绿色无公害的食品。这里有棵桂花树，是之前啊这栋主人家种的桂花树，已经长得很高了。每年到8月份，也就是中秋以后嘛，就开始开花，是那种红桂。朋友们啊，实际上我有很久时间没有来到这边了，没想到大哥的房子变成如今的这个样子。我记得以前我来的时候，这栋木房子啊，它的外墙是颜色啊很暗的，现在通过这么一打磨，倒是挺亮的。大哥告诉我，他总共花费了差不多接近50万左右啊，买下了这块地，然后呢重新打上了围墙，整个房子全部重新打磨。如果是我来改造这栋房子的话，我可能会把整个窗户加宽许多啊。现在房间里面光线有点暗。
朋友们啊，参观了新疆大哥他们的家，感觉整体还挺不错的。当然，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。就像我去年改造河边的那套房子，包括现在的那套房子，可能我的装修风格呢会更加的人性化一点。我会给整个房间里面呢修出来一些独立的卫生间，生活起居呢可能更方便一些。但是大哥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呢，很单纯的木房子，他就喜欢木房子，住在里面呢冬暖夏凉，在里面简简单单的就装了一个壁炉，冬天的时候烧点柴火，不用开空调了。他们家的卫生间呢是修在这边，单独的，里面呢也是做了一个装修，还挺好的，就不带大家进去看了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想问视频前的朋友们了，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占地面积呢将近2亩多地左右，房间呢差不多有5、6个吧，活动的空间也是非常宽，而且独门独院，靠近邻居呢也比较远，非常安静。这样的房子如果让你租上10年，你们觉得1年的租金多少比较合适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是继续过来改造这栋房子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昨天我们是在这边砌了一排砖，但是在下班之前呢，我们发现是出了问题，所以呢又把砖重新摆放了一下。砖孔是对着外面，这样子横着摆放，这边呢就是竖着摆放。因为啊，这边是一个房间，以后呢我们要装木地板的，所以我们要留有通气孔的位置。那昨天我们又买了一根立柱，要把这根立柱给翻了。之前给大家说过，这根立柱被雨水浸泡，腐烂的非常的严重，包括上面的2块挑手都断掉了。现在师傅正在做这个立柱，然后呢要开一些榫眼在里面，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这边啊，泥工师傅依然是砌砖，整个厨房的轮廓已经出来了。这个位置啊，我们还是把路给封起来了。现在转运这些水泥和沙子就麻烦了一些。朋友们，在你们的当地有这样的水泥砖吗？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贵州、还有云南、还有我们湖南的湘西，用这样的空心水泥砖比较多，其他地方好像比较少吧。这间厨房砌好了之后啊，要进行内部的装修，挺宽的。这边要好好的规划一下，要把灶台的位置给固定下来，先建好再说吧。刚刚我说的就是最底下的那一排砖，全部这样子横着摆放，它的孔呢是朝外，这个样子呢，整个楼板就通风透气了。那边是领子，做一些榫头。
这边是卫生间了，所以这里的砖块就不需要横着摆放了。现在木匠师傅啊，在这边做这边立柱，画了很多墨线，要开很多损益。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有看得懂的地方吗？这些画了很多根墨线。这个损眼啊，要能够把这些方子全部装进去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考验的就是木匠师傅的一个经验和手艺了。这根立柱啊，确实不换不行了，全部都烂掉了。长时间从这边漏雨，雨水浸泡下来，一直到最底部都腐烂掉了。这两块挑手早都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们是用2根这样木棍子把这边的瓦条还有领子支撑起来。这根立柱是4米的，所以整个房子的背后呢，最高处只有4米，到这边屋檐滴水可能只有2米多，接近3米左右了。之前有很多朋友给我说，从这背后做个楼梯上去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边的后屋檐呢，就挡住了走2楼的位置，它的楼层高度不够，所以在这边做楼梯是不现实的。这栋木房子呢，是传统的我们这边湘西的一个木房子建筑风格，所以它的局限性还是特别大的。基本上考虑的就是用1楼，2楼呢，这边啊，当地老乡基本上建房子是从来不考虑去用的。那现在我们改造这栋房子呢，不光要把1楼给做好，2楼呢，我们也要做一些房间出来，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。那个。你然后呢？这根立柱啊，现在已经快做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这根立柱之上，3个面，师傅都要凿好几个榫眼。因为只有1根立柱要换，所以我们就不能机器过来了，全部用人工把这些榫眼给做出来之后，就是严丝合缝，和这根是一模一样。
基本上长度、大小都是一样的。那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是不是很难安装呢？这么多孔，要一块一块的安装进去，挺麻烦的。这背后的幕墙板基本上也没什么用了。到时我们把背后的这面砖砌好了之后，就要拆了。厨房的下方，我们之前打的混凝土现在拆模了，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我发现啊，这栋房子看起来没多大，但实际上所要用到的材料还是非常多的。这边领子都是6米的，底下的模板已经拆的差不多了，这是一些竖条，现在全部拆好了之后放在这一堆。底下还有很多模板，有马钉，这些马钉要全部收着，以后呢还是可以再用的。像这些模板，大块的还能够再用，小块的就不行了。这底下空间也是挺宽的，做一个化粪池是刚刚好。其实啊，把它整理出来，停辆车也是可以的。这边的线脚板呢，那一头我们是直接加在泥土之上，这边呢全部打的是立柱，间隔了2米多一根立柱，这样子做啊是非常结实的。四周我们都打上了圈梁，这个位置啊，以后这边就是院把，这个位置我们要给它挖出来，然后呢要砌砖，把这个地方呢全部给它隔出来。像里面有些模我们拆不了的，就让它放在里面了。那这边我发现有很多竹编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面都是竹编。你们觉得这样的竹编还能够长得出竹笋吗？像这些模板，之前在装模的时候，上面钉满了钉子，现在要一个一个的取出来，然后模板堆放在一起，后期还可以再用。朋友们啊，建一栋房子确实不容易啊，靠着双手一点一点的去做，每天看着小院子一天天的在变化，挺欣慰的。顶着36、7度的高温，师傅们不容易啊！恳请大家在视频里面给个点赞，怎么样？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